最近有网友问我，小懒啊，那个苹果手机的库克老头最近在印度被坑惨了380亿啊，你赶紧给咱办一办啊！我跟你们交个底啊，其实这个新闻吧，我去年就聊过，只是今年它又有新进展而已。现在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你没在印度挨过坑，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人吹牛说自己是跨国企业。那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印度到底是怎么把库克按在地上摩擦的？就在4月20号，路透社爆出一个大瓜，印度政府准备对苹果公司下达一项处罚，罚款是3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600多亿啊！这哪是罚款啊？这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啊！为什么罚这么狠？3个逻辑非常感人你苹果不是号称有将近4万亿美元的市值吗？你那么有钱，我不狠狠宰你一刀，对得起你身上那层厚厚的膘吗？事情的起因是印度的竞争委员会在4月8号下达一项死命令，他们指着苹果的鼻子骂我们怀疑你搞垄断，我们让你交出你们公司的核心财务数据来配合调查，你们居然敢拒绝？好，敬酒不吃罚酒是吧？那就直接上大刑。然后三哥极其贴心的给苹果了2周的时间来回应，最终的庭审日期直接定死在了5月21号。这刀法又快又狠又准，竟然不给库克留半点喘息的机会。那很多不知情的网友还在那一本正经查资料，分析这个苹果到底在印度违反了哪条反垄断法？是因为 App Store 的苹果税太高呢，还是因为没有给印度开发者留活路呢？听我一句劝这种分析在印度身上毫无意义，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印度搞你就是因为你是一头养肥了猪，该吃肉了。2015年的时候，莫迪老仙儿刚上台没多久意气风发了，在国际舞台上搞了个大动作，宣布推出印度制造计划。老仙儿站在演讲台上胸脯拍是震天响全世界大老板们都来我们印度建厂吧，我们这儿有人口红利，我们这儿有广阔市场，只要你们来，我们准备了26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真金白银的发给你们。那库克呢，就在美国总部的办公室里看这个报表上中国区逐年上涨人力成本，再看看莫迪抛出这个巨大诱饵，心动了彻底心动了。于是呢，2016年那苹果就开始浩浩荡荡把这个生产线往印度转移。但是苹果精他自己不建厂，他让手底下的代工厂先去趟雷。那来自咱们中国台湾的伟创集团，当时是苹果全球3大代工厂之一。那为了抱紧苹果的大腿屁颠儿屁颠儿的冲进了印度。到了2017年的2月，伟创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制造中心拔地而起，全面投产了。随后的3年，2017年到2020年那叫一个顺风顺水买地建厂疯狂扩招伟创的老板估计做梦都在笑，以为自己找到第二春。但是各位免费的午餐往往就包裹着最致命的毒药。就在伟创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黑暗中一双贪婪的眼睛早就盯上他那条现代化的流水线。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印度本土的超级财阀塔塔集团。2020年的12月12号晚上伟创的工厂里突然毫无征兆的爆发一场大暴乱，大约2000名印度当地的员工突然像商量好了一样化身狂徒打着劳资纠纷没发工资的旗号对这个工厂展开了疯狂的破坏。那个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丧尸片呢，流水线被砸烂，做好的 iPhone 被抢走，甚至连厂区里停了2辆越野车都被一把火烧成铁壳子呀。那第二天，全印度的媒体就像是提前写好了通稿一样铺天盖地全在骂伟创无良外资血汗工厂侵犯我们伟大印度人民的人权。这个时候最考验人性的时候到了。你说这伟创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苹果作为金主爸爸是怎么干的呢？库克为了讨好印度政府保住自己在印度的市场，居然直接发布了一纸公告，反过头来跟着印度人一起指责伟创苹果的算盘打得很响反正这个代工厂多得很没个伟创算什么，只要我姿态摆得低，把这个伟创当成替罪羊献祭出去，印度老爷们肯定会原谅我的。愚蠢太愚蠢了。库克根本不知道他今天能出卖伟创
明天印度就能把它放在案板上切片。事情的走向简直比剧本还要魔幻。到了2022年的9月，一直在幕后看戏的塔塔集团终于抹了抹嘴角的口水，笑眯眯的走到台前。他们对着已经被折腾的奄奄一息，天天面临罢工和审查的伟创说：“哎呀，兄弟，看你在印度混得挺惨的呀。不如这样子吧，你这个工厂我买了，我出个友情价500亿卢比，你赶紧拿钱滚蛋吧。”大伙儿想想一个投了无数心血光设备就值很多钱的现代化大厂，那最后硬是被白菜价强买2023年，伟创是忍痛割肉，带着满心的屈辱和绝望，连夜逃离了印度。而这仅仅是个开胃小菜，塔塔集团吃饱了，接下来该印度政府吃大户了。这伟创被搞垮之后这印度人转头就盯上那个还在旁边傻乐的苹果。找个什么理由搞苹果呢？太简单了2021年，印度国内突然冒出来一个所谓的初创企业联盟，直接把苹果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苹果的 App Store 强制收30%的苹果税，这是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搞垄断，不给我们活路。印度的竞争委员会一听，哎呀，来活了，立刻立案调查，那配合的叫一个天衣无缝当时的苹果呢，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苹果的法务部那可是全球顶级的律师团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欧盟罚过，美国也调查过，不就是打官司呗，打呗。更何况库克当时心里有底就算我败诉了能怎么着？当时我们在印度手机市场的份额只有可怜的4%。你按照反垄断法就算按我印度地区营业额的最高比例罚撑死了也就几千万美元，就当请三哥喝恒河水了。三哥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调查了3年，到了2024年终于是一拍惊堂木认定苹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了印度的反垄断法，准备开罚单。2024年，苹果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也就涨到9%，库克连这个支票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签个小目标结案。结果呢，惊天反转来了，足以载入史册的流氓操作诞生了。这三哥看着苹果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冷笑一声：“你以为按照印度营业额罚你你太小看我们的法学造诣了。”印度议会连夜紧急出台了一个名为反垄断法修正案的玩意儿。这个修正案里有一条规定，简直能把人气得直接升天。一旦这个企业被认定垄断，罚款呢不是按你在印度的营业额算，而是按照你企业全球营业额的10%进行顶格罚款，而且还可以向前追溯3年。哎呦喂，这叫法律这叫抢劫许可证好吗？你苹果在中国赚的钱，在欧洲赚的钱，在美国老家赚的钱，只要你进了印度的门三哥全都要抽个10%，还得把你过去3年赚的钱全部翻出来重新算一遍。苹果的法务部这下是彻底傻眼了，这完全超出了人类法律的认知范围你以为这就完了？太天真了杀猪盘讲究的是两头堵。除了那个反垄断法，这印度的税务大老爷们也出手了。到了2025年的10月，BBC 爆出一个猛料，印度税务部门翻遍了档案馆从那个纸堆里找出来一部1961年颁布的所得税法。1961年，各位，那个时候别说是 iPhone 了乔布斯还在上小学呢。那印度人硬是从这部僵尸法律里抠出来一个叫业务关联的条款，意思就是只要你在印度有一丁点的业务关联，我们就可以对你的全球收入进行征税。前有1961年的僵尸所得税，后有刚刚出炉的反垄断修正案，罚款加上补税两笔上一算，直接干到了380亿美元的天价。那这下库克不咽口水了，估计直接被气得吐血这一切从头到尾就是设计好的局。塔塔吃掉了伟创那只是前菜，只是为了把苹果的生产线彻底绑死在印度。现在苹果才是正儿八经摆在桌子上主菜。苹果现在还在向德里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呢，质疑这个修正案的合法性。哎呦喂，库克，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跟一帮强盗讨论抢劫犯法的合法性，不要指望德里的法官在印度的叙事里，法官、政客、财阀，他们都是在一张桌子上吃肉的。你这一次没那么容易脱身了。那就在苹果这事闹是沸沸扬扬的时候，前2天韩国又被三哥摆了一道。
昨天呢，韩国的现代汽车发布通告，说被印度的海关给罚了。这个理由呢是极其的奇葩。印度指控现代汽车进口的空气净化器归类错误，说你少交了关税，连补缴加罚款带利息，总共要罚将近1600万人民币。最绝是啥？这可是刚发生在韩国政要李在明刚刚访问完印度之后啊，前脚刚跟你握手言欢，后脚老乡呢就对着你的企业来了一刀。这翻脸无情的速度啊，比翻书还快。那听到这儿，大伙儿肯定满脑子都是问号。印度的营商环境啊，烂得跟下水道一样。这可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啊。那帮跨国巨头的老总 CEO 们，他们手底下那么多的高学历人才，难道都是瞎子吗？为什么还要前赴后继的往这个万人坑里跳？其实很多大企业的高管们，他们是不看网上的新闻和段子的啊。他们觉得那些太 low 了。他们做决策靠的是啥呢？靠的是国际专业咨询公司出具的市场分析报告。而这些咨询公司呢，很多时候吧，就是印度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你敢信吗？在当年卖给沃尔玛的专业报告里啊，那些咨询精英们竟然敢白纸黑字的写着，印度拥有亚洲最长的高速公路，印度的铁路运输能力极其强大，印度人民具有深不可测的购买潜力。老板们一看这精美的 PPT 啊，一想到印度那14亿人口，直接上头了，冲啊！不冲就错过下一个中国了。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啊，那所谓的高速公路啊，上面全是牛粪和逆行的三轮车。当这些跨国企业在印度被坑了、被罚了、被抢了之后呢，他们往往选择一条最让人无语的举动啊，默默认栽，封锁消息。为啥呀？因为他们觉得丢人呀。当年开董事会的时候 CEO 拍着胸脯保证啊，印度战略能带来万亿收益。现在啊，被3个骗的连底裤都不剩了。这个事儿要是大肆宣扬出去，公司的股价不得崩盘吗？自己的乌纱帽还能保得住啊？所以亏了钱，只要公司还扛得住，那又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钱亏得起，人丢不起啊。那正是因为这种前人被坑死也不吭声的奇葩默契，就导致后面的企业根本就不知道前面的水有多深，继续排着队去印度送人头。那至于苹果现在还跟着做梦呢，指望着董王出面给莫迪施压。大伙儿想想啊，董王是啥人啊？那可是标准的美国优先啊！早在去年就跟库克说，老库啊，别去印度建厂了，不安全，把工厂搬回我们美国老家多好。结果库克利欲熏心啊，非觉得印度的人工便宜，偏要去。现在出事了，你想起找董王帮忙了？你打算给董王多少游说费呢？就董王那个性格，估计心里面正乐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仙儿干得漂亮，帮我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听话的果子。所以啊，各位，咱们看透这背后的逻辑，就能完全理解印度现在的所作所为了。那对于阿三来说啊，什么国家信誉啊，什么商业诚信啊，什么长远发展啊，全是扯淡。哪怕这个国家基础设施烂透了，哪怕老百姓还住在贫民窟里，那有什么关系啊？只要能把你们这些老外骗进来，坑人宰人占便宜，把你们的真金白银和固定资产抢过来，这就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乐趣，这就是他们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啊！特别是最近这2年啊，受这个全球能源危机和各种烂摊子的影响，这印度国内的经济其实也是千疮百孔。莫迪老先生的刀正在磨刀石上霍霍作响呢。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你觉得这回苹果能跑得掉吗？